大家好，欢迎来到 Ariel 的学新时间。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真的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爱自己。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有多少人真的懂得爱自己呢？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都特别好，但却对自己非常的苛刻。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甚至有时候连休息一下都会觉得内疚呢。如果你曾经有这样的感受，可能是因为你忽略了你自己的心理状态哦。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不爱自己对心理健康有什么影响啦，又该如何开始爱自己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最近觉得自己很迷茫，每天工作都很忙碌，虽然说有成绩，但他一点都不开心。他甚至还说，觉得自己像一台机器一样，一直在完成别人的期待，却忘了问自己，我真的想要的是什么呢？他的话真的让我很感触，因为我知道这样的状态其实是很多人的写照，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曾经陷入这样的情绪哦。其实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在现代社会特别常见，大家都在追求高效率、成功，还有成就感，但却忘了停下来问自己，这些真的让我快乐吗？你觉得呢？尤其是社群媒体的时代，每天都在看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会让我们不知不觉觉得自己不够好，久而久之心里就产生了压力，然后甚至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了。可能有人会说，Ariel， 爱自己很重要，我知道啊，可是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精力啊。其实啊，这真是问题的核心，我们太忙了，忙到忘了最重要的人是自己。如果你一直忽略你自己的话，累积的压力和负面情绪可能会让你的心理健康亮起了红灯，那到时候想修补的话就更困难了。身为一个热爱心理学的创作者，我希望我今天分享心理学的健康跟自我成长有关的内容可以帮助到你们，不只是分享理论，而希望用简单实用的方法帮助大家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哦。好，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话题啦。第一步就是认识自己的情绪。情绪是一种信号，提醒我们内心的需求哦。情绪就像我们内心的小闹钟，帮助我们辨识什么事情让我们开心，什么事情让我们不舒服。但很多人从小就被教导不要哭，要坚强，觉得表现情绪是一种弱点，于是我们学会了压抑自己的情绪，把它藏在心里，久而久之，这些情绪就会变成压力的来源哦。那为什么情绪那么重要呢？情绪其实是我们内在的导航系统。当我们感到焦虑，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意一件事情；当我们感到生气，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界限被触犯了。忽略情绪就等于忽略了自己的需求。那我们要怎么去学会辨识那个情绪呢？第一步，可以将你的情绪去命名。比如说，我现在很焦虑，因为工作太多了，或者说我觉得很孤单，因为没有人理解我。第二步，我们要接纳我们的情绪，要告诉自己感到这样是正常的，而不是否定它。例如，当你的脑袋开始想我不应该这样难过，其实你应该要说没事的，哭一哭就好了。第三步就是找到情绪背后的需求，可以问问自己，我现在需要什么来让自己更好一些呢？其实这个问题很重要，除了这样子问自己以外，你们也还可以用一个日记本或者是小本子，花5分钟去记下来自己的情绪。比如说，
今天最让我开心的是，我买到了一个 AirPods。今天最让我不舒服的事情是，我又跟我的同事有摩擦了。那我感到这样的原因，可能是我觉得他不理解我。做到以上这几点，你就会慢慢的了解自己的情绪啦。第二步就是设定界限，学会拒绝哦。健康的界限是心理健康的基石。有些人总是害怕说不，因为怕别人觉得自己很冷漠，不近人情。可是当我们什么都答应的时候，往往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让自己太累了。那其实这样子也不太好哦。那为什么界限这么重要呢？因为界限其实是在告诉别人，我尊重你，但我也需要你的尊重。不仅能保护我们的心理健康，还能让关系更平衡、更健康哦。那我们要如何去建立健康的界限呢？首先，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界限在哪里，问问自己，什么事情是我无法接受的？什么情况下我会感到不舒服？第二就是学会表达自己的界限。当有人触碰你的界限时候，是用很清楚但温和的语气去表达。比如说，我知道你现在需要帮忙，但这次我真的没有时间哦。第三，我们需要接受别人的反应。有人可能会对你的界限感到不满意，但这是他们的情绪，并不代表你的界限设错了哦。学会有礼貌的拒绝，其实真的可以让我们非常的舒服。如果下次有人提出要求的时候，你不想答应，可以试着这么说：谢谢你找我，但这次我恐怕帮不上忙了。或者是可以说，这听起来很棒，但我需要一些时间考虑哦。第三步就是给自己一点空间。爱自己不一定是要做很大的改变。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很多人都习惯把时间留给工作，留给家人，却忘记把时间留给自己。其实爱自己真的不需要做很大的改变，有时候只是允许自己停下来，问问自己，我喜欢什么？什么让我最放松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问过自己呢？为什么空间对心理健康那么重要呢？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需要时间恢复。当我们一直处于在战斗或者是逃跑的压力模式中，其实很容易感到非常的累。给自己一点空间，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生活的平衡哦。首先，我们可以在 APP 里面规划自己的时间，开启不被打扰的模式。那段时间可以做的东西是喝杯咖啡、看一场电影，或者是跟宠物玩耍，做你最开心的事情就好。还有，我们要记得告诉自己，学会放下责任感，偶尔休息其实并不是偷懒哦，而是为了更好的面对明天的挑战。你们有没有试过每周关手机1个小时呢？找一个固定的时间，把手机放到一边，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可以是到公园散步，或者是写下未来的梦想清单，也可以是去跑一个步哦。爱自己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快乐，更是让我们有能力的去爱别人，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如果你觉得这些方法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做起来很困难，那就是从最小的步骤开始，慢慢来。爱自己不是一天的事情，而是一个不断练习的过程哦。当你开始学会珍惜自己的感受，照顾自己的需求，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也更有力量去迎接每一天哦。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让你意识到心理健康真的跟身体健康一样的重要。我鼓励大家从现在开始多关注自己的内心，试着改变一些不健康的习惯，让自己活得要更开心、更有力量哦。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记得帮我按个赞，订阅我的频道，还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哦。
也欢迎你们留言跟我聊聊，你们平常是怎么样去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呢？或者你对爱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我是 Ariel， 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次见，拜。